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瑞银证券研究团队在5月中旬实地走访了北京与上海，闭门会谈了超过25个行业巨头、政府部门与核心专家。他们带回来的最直观回馈只有一个英文字 better， 也就是情况正在显著好转。如果您对大宗商品市场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国房地产暴雷、全球需求崩塌的悲观论调中，那么这份最新的调研报告将会彻底颠覆您的认知。目前市场的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偏转，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传统地产周期的驱动，而是演变成一场由电力网络硬体重构与地缘政治供应链中断交织而成的资源再定价。首先，我们来看看瑞银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揭示的宏观底层温度。瑞银指出，市场的情绪回暖具备极强的数据支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和住宅租金收益已出现局部企稳。更重要的是，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利润录得了 15%至20% 的强劲增长，4月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也温和回升至 2.8%。 这种温和通膨的出现，配合持续增强的出口订单，为整个大宗商品市场构筑了极其坚实的宏观防御底部。瑞银团队在结束调研后明确表态，他们对未来6至12个月的铝价和铜价持强烈看多立场。同时，他们先前对锂价见底回升的多头研判也得到了实地数据的强力验证。在有色金属板块中，铜和铝的长期需求爆发正迎来一场史诗级的结构性催化。瑞银研究团队指出，在与中国多位电网专家和物资采购部门的闭门对话中，他们获得了关于“15+5”期间电网规划的第一手核心情报。专家预计，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持续攀升，为了保障电网系统的稳定性与跨区域输送能力，“15+5”期间的电网投资规模将会迎来跨越式的增长。这项由绿色能源转型倒逼的电力基础设施升级，将会直接引爆对超高压输电线路中核心原材料铜和铝的刚性消耗，进一步延长两大金属的牛市周期。而铝的供应链则在短期内承受着红海危机带来的地缘欺压。瑞银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红海航道持续受阻，大量从中东和亚洲运往欧洲的铝锭被迫撞到好望角。这不仅大幅拉长了物流周期，推高了跨国运费，更在欧洲和美洲等主要消费市场逼出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实质性铝缺口。瑞银研究团队分析指出，由于全球铝产能增量在短期内受到严格的环保配额限制，这种局部的供应中断将在离岸市场迅速转化为极高的现货升水，这也是瑞银选择进一步上调铝价预测的底层逻辑。至于先前跌幅惨烈、市场信心崩溃的锂，瑞银研究团队的多头观点在这次调研中得到了最为强烈的验证。在电池成本锐减的刺激下，今年全球储能系统的装机需求预计将会录得 40% 的爆发式增长。这种非动力电池的巨大吞吐量正在以极高的速度消化积压在上游供应链中的锂电池库存。瑞银报告指出，正是这项强劲的定制型储能需求，使得锂行业的供需天平开始加速向平衡点倾斜。华瑞认为，这代表锂价在当前位置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筑底。伴随着储能需求的爆发，锂价有望在未来几个季度内重回震荡上行的轨道。与此同时，黑色金属板块也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熊市中段企稳特征。瑞银研究团队指出，在与多位钢铁行业协会负责人及大型国有钢厂高管的会谈中，他们发现非房地产领域的钢铁需求表现远超预期，高端制造业、造船业以及大型基建项目的持续拉动，配合海外市场对高品质钢材的强劲出口需求，成功填补了国内房地产走弱留下的需求真空。4月份中国钢铁生产商的利润已出现温和改善，这意味着钢铁与铁矿砂最悲观的无序杀价阶段已经宣告结束。华瑞认为，中国“15+5”电网投资与全球储能暴增 40% 的共振，将会彻底重塑全球关键金属的定价权格局。华瑞认为，过去市场在评估铜、铝、锂的需求时，往往过度聚焦于中国房地产和单一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而严重低估了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以及定制型储能系统对金属原材料的刚性吞吐能力。瑞银报告中披露的数据说明，在绿色能源转型的下半场，电力网络的硬体重构已经成为大宗商品需求不可逆转的强大引擎。瑞银研究团队认为，
红海危机所引发的数十年来最大铝缺口，展现了全球供应链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的极度脆弱性。随着离岸现货升水的主动抬升，全球跨国矿业巨头与具备一体化产能的有色金属龙头将会在这波溢价中获得超额的盈余利润。而在黑色金属领域，华瑞认为，虽然房地产库存的自然稀释依然需要漫长的时间，但非房地产钢铁需求的崛起与出口订单的走强，说明中国的钢铁行业已经成功度过了最惨烈的阶段。这将会为全球采矿与钢铁板块的估值修复提供极其宝贵的基本面防御安全边际。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大宗商品市场边际改善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挑战。瑞银研究团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全球贸易壁垒的持续升级对出口订单造成的潜在打击。瑞银研究团队指出，目前中国大宗商品和制造业的强劲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市场对中国钢材、铝制品、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电池的旺盛需求。如果欧美等主要进口国在未来几个月内出台更为严格的关税壁垒，将会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链条造成冲击，进而干扰大宗商品的需求复苏节奏。第二个风险是通膨与货币政策决策的两难。瑞银报告中提到，能源价格的上涨虽然缓解了通缩担忧，但也可能在海外市场引发更具粘性的通膨压力。如果全球主要央行，特别是联准会，因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而被迫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高昂的融资成本最终依然会对全球实体经济的扩张造成压制，进而对大宗商品的长期需求产生负反馈。华瑞认为，瑞银这份重磅实地调研报告用冷静而理性的数据为我们勾勒出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最真实的转型路线图。这是一场由电网与储能双轮驱动、地缘政治物流溢价、黑色金属筑底防疫的长周期宏观博弈。全球资源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房地产周期主导向绿色电力网络与能源安全主导的去旧迎新进程。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不应停留在过去单纯看空黑色、盲目做多有色的旧思维上，而应转向观测地缘物流瓶颈与基建投资落地的深层结构变化。华瑞认为，密切跟踪全球航运天数与主要港口铝锭现货升水的变动幅度，以及中国“15+5”电网采购招标中铜铝物资的实际落地规模，这2项具体指标才真正决定了企业能否在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实现持续的利润爆发。这也是投资人在全球资金重组中把握大宗商品板块超额收益的核心财富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